这物件你收好。静妃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怕惊动了宫檐下栖着的寒鸦。胧月公主，不，此刻已是准福晋的胧月，垂眸看着掌中那枚褪了色的旧波浪鼓，红漆斑驳，鼓面泛黄，细绳系着的2颗小木珠早已磨损的圆滑。今夜是他大婚前夜，翊坤宫天殿烛火通明，却照不进这角落半分暖意。娘娘，这是胧月指尖触到鼓柄一处细微的刻痕。静妃没有回答，只是用那双阅尽深宫风雨的眼，深深看了他一眼，那眼神里藏着一种近乎悲悯的决绝。记住，无论发生何事，人在，他在；他若不在，他顿了顿，声音机不可闻，你便忘了你是甄嬛的女儿。殿外忽地传来更鼓声，沉闷地敲了3下。静妃猛地攥住胧月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今夜之言，出我口，入你耳。纵是来日你的夫君，你的皇阿玛问起，也只说是我念旧，赠你孩提玩物，聊作念想。他松开手，转身望向窗外沉甸甸的夜色，那里正酝酿着一场春雪。你额娘离宫那日也是个雪夜，他什么都没带走，只留了这个。胧月握紧波浪鼓，冰凉的木柄硌着掌心。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似乎有一个极温柔又极疲惫的声音，哼着模糊的调子，伴着手腕轻摇时咚咚的闷响。那记忆遥远的像上辈子的事，为何现在给我？静妃的背影僵了一瞬，良久，才飘来一句比叹息更轻的话：因为你要出宫了。紫禁城的秘密不该永远埋在这里，或许他自己会告诉你。烛火噼啪爆开一朵灯花，胧月低头看着那破旧的波浪鼓，心头莫名掠过一丝寒意。这不像贺礼，更像一道谶言，一个他必须带出宫去的祸根。雍正13年的春天来得迟，宫墙根下的残雪未化尽，空气里却已浮动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暖意。明日便是皇四女胧月公主下嫁镶黄旗都统之子富察，明瑞的大婚之日。紫禁城张灯结彩，红绸从乾清宫一路铺到神武门，可这铺天盖地的喜气，却透着一股精心粉饰的仓皇。皇帝病重，已是朝野皆知的秘密，储位空悬，暗流汹涌。此刻将最得圣心的胧月公主匆匆嫁于手握京畿兵权的富察家，其中深意耐人寻味。翊坤宫天殿，胧月平退了所有宫人，嫁衣如火，叠放在紫檀木榻上，金线绣的凤凰在烛光下流光溢彩。她却只穿着素白中衣，临窗而立，手中抹撒着那枚旧波浪鼓。3年了，自那夜静妃将此物交给他，他便一直带在身边。从紫禁城到公主府，从待嫁少女到即将为人妇，这波浪鼓像个沉默的见证，又像个无解的谜。鼓柄上的刻痕，他反复抚摸过无数次，像是2个极浅的字符，又像毫无意义的划痕。他问过静妃，静妃只摇头，眼神躲闪。他也曾旁敲侧击向皇阿玛提起额娘旧物，皇帝当时正批着奏折，朱笔一顿，一滴红墨污了折子。他抬眼看来，目光深沉如古井，旧物伤情，既已过去，不必再提。那语气没有波澜，却让胧月脊背生凉。公主，静妃娘娘宫里来人了。贴身侍女福陵在门外轻声禀报。胧月将波浪鼓收入袖中，转身请。来的不是静妃，而是他身边最得力的老太监苏培盛，不，如今该叫苏公公了。他更老了，被佝偻着，眼神却依旧锐利如鹰隼。奴才给公主请安。苏培盛行礼一丝不苟，手中捧着一个锦盒。娘娘说明日公主大婚，她不便亲至，特命奴才送来一副头面，
是娘娘当年的嫁妆，望公主不弃。龙月接过锦盒，入手沉甸甸的，打开是一套赤金点翠头面，工艺精湛，光滑内敛，却是旧物。他道了谢，状若无意道：“苏公公是宫里的老人了，可还记得我额娘熹贵妃离宫时的情形？”苏培盛眼皮微微一跳，垂手道：“奴才惶恐。那年事出突然，奴才只记得是个大雪天，贵妃娘娘素衣简从，出了神武门，再无音讯。皇上当时在养心殿，3日未朝。额娘走时，可曾留下什么话？”“未曾。”苏培盛答得极快，快得有些不自然。贵妃娘娘去意决绝，未曾与任何人言语。龙月指尖划过锦盒冰凉的边缘，那他可曾带走什么心爱之物？苏培盛沉默了片刻，烛光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跳动。娘娘什么都没带，只抱走了还在襁褓中的静和公主。倒是他顿了顿，似乎在下决心。倒是收拾长春宫时，奴才仿佛记得，娘娘妆帘最底层原该有一枚皇上亲赐的羊脂玉环，不见了。许是娘娘带走了吧？玉环。龙月心中一动，袖中的拨浪鼓似乎也跟着微微一震。他想起鼓身一侧，似乎有一处不易察觉的凹陷，形状古怪。有劳公公。他不再多问，让福陵封了赏银。苏培盛接过银子，却没有立刻退下。他抬起浑浊的眼，看了龙月一眼，那眼神复杂难言，最终化作一声机不可闻的叹息：“公主，明日之后便是富察家的人了。前尘旧事如云烟过眼，保重自身，方是正道。”说完，他深深一躬，退了出去，脚步有些蹒跚。殿内重归寂静。龙月拿起那枚拨浪鼓，对着烛光仔细端详。鼓身是硬木所制，中空。他以前从未想过摇晃它，总觉得这破旧之物稍用力便会散架。此刻鬼使神差的，他轻轻摇了摇，咚咚，声音沉闷阴哑，完全不似寻常拨浪鼓的清脆，像是里面塞了东西。龙月的心跳骤然漏了一拍。02，他不敢用力，只将那拨浪鼓凑到耳边，又轻轻摇动。咚沙咚，除了木珠击打鼓面的闷响，似乎真有极细微的干燥的摩擦声从鼓身内部传来。里面确实有东西，是谁放进去的？额娘？还是静妃？亦或是旁人？无数念头纷至沓来。龙月想起静妃交付此物时那双悲悯决绝的眼，想起皇阿玛提起额娘时讳莫如深的态度，想起苏培盛闪烁的言辞和那声叹息。这小小的拨浪鼓突然变得千斤重。他试图找到打开鼓身的方法。鼓面紧绷的皮子边缘用细密的针脚缝死在木框上，颜色与鼓框浑然一体，若非仔细查看，几乎看不出接缝。鼓柄与鼓身的连接处严丝合缝，灌了胶，毫无破绽。那处凹陷，他用手指细细描摹，凹陷很浅，边缘圆滑，像是常年抹撒所致，形状像半个环。羊脂玉环。一个大胆的念头窜入脑海，难道那玉环并非被额娘带走，而是藏在了这里？玉环一分为二，一半不知所踪，另一半的痕迹印在了这鼓身上。如果真是这样，这拨浪鼓就绝不仅仅是念想。玉环是皇阿玛亲赐，象征意义非凡。额娘为何要将它藏起？又为何要藏在女儿幼时的玩物里，假托静妃之手，在多年后的大婚前夜交还？公主，富察府遣人来问，明日吉时，宜诚可还有需商议之处？福陵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打断了龙月的思绪。他定了定神，
将拨浪鼓仔细收入枕边一个带锁的小匣中，一切照旧点即可。我乏了，今夜谁都不见。是。夜深人静，龙月躺在榻上，睁眼看着帐顶繁复的绣纹。明日他将离开这座囚禁了他10几年，也庇护了他10几年的宫殿。嫁入富察家，是皇阿玛在病中对他的最后安排，亦是将他和他可能代表的旧势力推出风暴中心，同时为皇家拉拢一方实权武将的棋子。他懂，可额娘的影子却在这抉择的关口愈发清晰起来。那个传闻中宠冠6宫又骤然失宠，最终心灰意冷，自请离宫修行的女人，她的离去真的只是后宫倾轧，情爱消磨那么简单吗？静妃说，秘密不该永远埋在紫禁城。这拨浪鼓就是那把钥匙吗？龙月辗转反侧，终于迷迷糊糊睡去。梦中他又回到极年幼的时候，长春宫的寝殿里弥漫着淡淡的药香和果香，那个美丽的女人抱着他，哼着歌，手腕轻摇，拨浪鼓咚咚的响着，声音清脆悦耳。忽然那声音变了，变得沉闷而压抑，像蒙在厚厚的雪里。他抬头看，额娘的脸模糊在烛光的阴影中，只有一滴泪清晰的滑落，砸在鼓面上，阴开一片深色的痕。他惊醒，窗外天色微曦，枕边小匣安静如常。03大婚的喧嚣持续了整整3日，公主府红烛高烧，宾客迎门。富察明锐年轻英武，举止有度，对龙月敬重有余，亲近不足。这桩婚姻的本质，彼此心照不宣。龙月扮演着端庄娴静的皇家公主，接受着命妇们的朝贺，应对着各方试探的目光，袖中那枚拨浪鼓的轮廓时刻提醒着他另一个未解的世界。第3日回门，皇帝在养心殿偏殿见了他们。雍正帝斜靠在暖炕上，身上盖着明黄锦被，脸色灰败，眼窝深陷，唯有目光依旧锐利，扫过跪地请安的龙月和明锐。起来吧。皇帝的声音沙哑，带着弹音。明锐好生待龙月。富察家的忠心朕记着，奴才遵旨，定不负皇上隆恩，不负公主下嫁。明锐叩首，言辞铿锵。皇帝点了点头，目光转向龙月，柔和了些许，嫁了人便是大人了。宫中规矩多，富察家是勋贵旧族，亦有礼法，凡事多思量。女儿谨记皇阿玛教诲。龙月垂首。你额娘，皇帝忽然提起，殿内空气瞬间凝滞，连侍立一旁的苏培盛都机不可察地绷紧了身子。他若知你今日出嫁，想必也是欣慰的。皇帝说完，咳嗽起来，一声接一声，撕心裂肺。宫人忙上前伺候，用药顺气。龙月跪着未动，袖中的手微微攥紧。皇阿玛提起额娘时，那复杂的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痛悔，还是更深沉的东西。离宫时，皇帝赐下大量珍宝绸缎，堆满了公主府的库房，看似荣宠无限，龙月却只觉得那每一样赏赐都像一块冰冷的砖，垒砌在他与过往之间。回到公主府，明锐被同僚邀去饮酒，龙月独自回到正院，平退左右，再次拿出了那个拨浪鼓。3日来的应酬周旋，让他身心俱疲，也让他更加确定，这深宫内外，无数双眼睛看着自己，无数心思绕着自己。他必须尽快弄清这拨浪鼓的秘密，否则他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无用的旧物，也可能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变成致命的祸端。他仔细观察那处凹陷，又取出纸笔，将其形状仔细拓印下来，确实像半个环，内缘还有极细微的锯齿状痕迹，不像是磨损，更像是某种机关卡损。
若是玉环的一部分印痕，那另一部分在哪里？如何能严丝合缝的对上？他想起静妃的话，他自己会告诉你。如何告诉？难道要摔碎它？这个念头让他心惊肉跳。这是额娘可能留下的唯一实物念想。可静妃郑重其事的嘱托，苏培盛隐晦的暗示，皇阿玛异常的态度，都指向这玩物内藏乾坤。正踌躇间，福陵在外禀报：公主，宫里有位姑姑求见，说是从前在长春宫伺候过贵妃娘娘的旧人，姓崔，崔槿汐。龙月豁然起身，那是额娘最信任的长侍宫女。额娘离宫后，崔槿汐便去了寿康宫伺候太后，不久太后薨逝，她便不知所踪。如今竟找上门来，快请到西暖阁，小心些，别让人瞧见。片刻后，一个穿着朴素青缎袄子、头戴深色帽兜的妇人被引了进来。她摘下帽兜，露出那张龙月记忆中已然模糊，此刻一见却又立刻感到熟悉的脸。崔槿汐老了，眼角皱纹深刻，眼神却依旧沉静温和，只是眉宇间锁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玉色。奴婢崔槿汐给公主请安。她欲行礼，被龙月扶住。槿汐姑姑，快请起。多年不见，你还好吗？龙月声音有些发颤。崔槿汐仔细端详着龙月，眼圈微微泛红。公主长大了，眉眼间真有几分娘娘当年的神韵。她试了试眼角，奴婢不好，苟活至今，只为等一个时机，将一些事情告诉该知道的人。龙月心跳加速，是关于我额娘。崔槿汐点头，目光扫过屋内陈设，确认无旁人，才压低了声音：娘娘离宫，并非心灰意冷，更非失宠自弃，她是不得不走。为何？因为有人不容她再留在皇上身边，更不容她留在公主您身边。崔槿汐的声音带着冰冷的恨意：公主可知，娘娘离宫前半年，宫中接连发生怪事。先是最得娘娘信任的太医温实初莫名卷入秽乱宫闱的谣言，虽查无实证，却以名誉扫地，被逐出太医院。接着，娘娘每日必饮的安神汤中被查出含有极寒伤身的药物，若非发现及时，娘娘那时已怀有身孕，便是后来的静和公主。龙月呼吸一滞，这些宫廷秘辛，他从未听闻。皇上震怒，彻查之下，线索却统统指向当时已失宠多年的皇后娘娘。崔槿汐冷笑：皇后被废，幽禁景仁宫，看似水落石出，可娘娘却一日比一日沉默。她常常抱着您，看着那枚皇上赐的玉环发呆，直到那个雪夜前3天，娘娘突然将我们几个贴身宫人叫到跟前，给了我们一些银钱和出路，让我们各自寻机离开长春宫。她只说了一句话：树大招风，根已朽坏，不如归去。我们不肯走，娘娘便以死相逼。崔槿汐泪如雨下。那夜雪大，娘娘只抱着静和公主，穿着一身半旧宫装，什么也没拿，就这么走了。皇上赶到时，只看到空荡荡的寝殿和妆台上留下的一封信。信里写了什么？崔槿汐摇头：奴婢不知。皇上看完信，当场吐了血，之后便下令，宫中任何人不得再提起熹贵妃，违者杖毙。长春宫封宫，所有旧物或焚或藏。奴婢也是后来才辗转听说，娘娘那封信里似乎提到了什么关于公主您出身的大事。龙月如遭雷击，猛地后退一步，扶住桌沿才站稳。出身？她的出身有什么问题？她是皇阿玛亲女，玉蝶名载，天下皆知。不可能，她喃喃道。崔槿汐凄然道：奴婢也希望是谣传。可娘娘走后，皇上对公主您虽依旧宠爱，
却总隔着一层。静妃娘娘将您抚养得极好，可皇上看您的眼神，奴婢偷见过几次，那里面有疼爱，有愧疚，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忌惮。忌惮？父亲忌惮女儿？龙月想起皇阿玛那些深沉的凝视，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那些过于厚重的赏赐和急于将她嫁出宫的安排，难道这一切都源于她那不明的出身？锦汐姑姑，你今夜冒险前来，不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些吧？龙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崔锦汐从怀中取出一个用油纸紧紧包裹的小物件，层层打开，里面是一枚羊脂白玉环的一半，断裂处参差不齐，像是被硬生生掰断。这，龙月瞳孔骤缩，这是娘娘那枚玉环的另一半。崔锦汐将半枚玉环放在桌上，烛光下，玉质温润，断口却触目惊心。娘娘离宫那日清晨，亲手将它掰断一半，她让我找机会交给静妃娘娘，并转告一句话：待龙月成年离宫之日，将此物与骨同复。若他问起，便说玉环虽碎，血脉难期。玉环虽碎，血脉难期，8个字像8把冰锥刺入龙月心口。他颤抖着手，拿起那半枚玉环，又取出袖中的波浪鼓，将鼓身那处凹陷缓缓贴近玉环的断口。严丝合缝，那凹陷正是这半枚玉环长期紧贴按压所留下的痕迹。那么另外半枚玉环在哪里？额娘带走了，还是……崔锦汐看着龙月手中的波浪鼓，眼中闪过复杂情绪。这鼓果然在公主这里。娘娘当年最常拿着这鼓哄您，曾说这鼓声能驱邪避祟，护您平安长大。如今看来，她顿了顿，声音更低，娘娘要她护的，恐怕不只是平安。龙月紧紧攥着鼓和半环，指尖冰凉。姑姑可知这鼓里有什么？崔锦汐摇头，奴婢不知。娘娘从未提起鼓内有物，但奴婢记得这鼓是娘娘有孕时一位故人所赠。故人？谁？崔锦汐犹豫了一下，吐出一个名字：已故的果郡王。哐当，龙月手一松，那半枚玉环掉落在桌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果郡王，皇阿玛的17弟，多年前因罪被赐死，府邸查抄，一脉凋零。他为何要送额娘一个波浪鼓？还是在他有孕之时？无数破碎的信息在脑海中冲撞：额娘的骤然失宠与离宫，玉环的秘密，果郡王的赠礼，自己那可能存疑的出身，还有皇阿玛那深不可测的态度。一切似乎都串联起来，指向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公主，崔锦汐握住龙月冰冷的手，眼中含泪，满是恳切。奴婢知道的都说了。娘娘拼死离宫，掰碎玉环，留下这鼓，必有用意。公主如今已出宫为富察家，或可暂作屏障。这其中的秘密，公主要查，务必万分小心。牵涉太大了。她重新戴上帽兜，深深看了龙月一眼。奴婢余生唯愿公主平安。告退。崔锦汐像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暖阁内只剩下龙月一人，对着烛火、玉环、旧鼓，还有那滔天的疑云，浑身冰冷。额娘，您到底留下了怎样的一个局？而我究竟是谁的女儿？04。崔锦汐带来的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龙月心中激起惊涛骇浪，表面却必须维持绝对的平静。富察府不是翊坤宫，无数双眼睛盯着新晋的公主福晋，任何一丝异样都可能被放大解读，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明瑞虽对他礼敬，但眉宇间总带着武将特有的审视和距离。富察家族在朝中地位显赫，树大根深，
与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他们娶皇家公主是荣耀，也是风险。龙月深知自己此刻绝不能行差踏错，他将波浪鼓和那半枚玉环锁回匣中，钥匙贴身收藏。白日里，他学着主持钟馗，与京中命妇往来，言笑晏晏，端庄得体。只有在深夜独处时，那沉甸甸的秘密才压得他喘不过气。果郡王这个名字在雍正朝后期几乎成了禁忌。龙月依稀记得小时候听过一些模糊的传闻，说这位皇叔才华横溢，风流倜傥，却因牵扯进八王党旧案，被皇阿玛斥为心怀愿望，结交外臣，最终赐下毒酒，了结一生。府中姬妾子女或死或散，凄凉收场。他为何要送额娘一个拨浪鼓？是在额娘怀着自己之时？难道？龙月不敢再想下去，那个猜测太过骇人，足以颠覆他的一切，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他开始利用公主的身份和富察府的人脉，小心翼翼地搜集关于果郡王和熹贵妃旧事的零星信息。这很难，相关卷宗档案想必已被严密封存或销毁，知情者要么已死，要么三缄其口。他只能从一些老工人、旧勋贵子弟的闲谈中捕捉只言片语。有说果郡王善音律，曾谱曲赠与熹贵妃，皇上闻之不悦；有说熹贵妃入宫前，似与果郡王有过数面之缘；还有更隐晦的，提及当年熹贵妃一度失宠被贬，似乎也与某些旧情传闻有关，但很快又被皇上强力压下，复其荣宠，更胜往昔。这些碎片无法拼凑出完整图景，却让那迷雾背后的轮廓愈发狰狞。一日，明瑞下朝回府，眉宇间带着罕见的凝重。挥退左右后，他对龙月道：“今日朝上，皇上病体似乎更重了，议政时可写，被扶回后殿。”几位王爷和军机大臣们神色各异。龙月心头一紧，皇阿玛若有不测，朝局必将动荡。自己这个身份敏感的公主，处境会更加微妙。皇上可曾提及立储之事？他试探着问。明瑞看了他一眼，目光深邃。皇上未明言，但今日单独留了宝亲王弘历和和亲王弘昼问话。岳钟琪大人从西北递了请安折子，皇上看了许久。他顿了顿，公主是皇上爱女，若有闲暇，不妨多进宫请安，以慰圣心。这话看似关心，实则提醒。她是皇帝的女儿，在关键时刻，她的态度和动向也会被看作某种信号。我明白。龙月点头，明日我便递牌子进宫。他需要回宫，不仅仅是为了在皇阿玛面前尽孝，更因为有些答案或许只有紫禁城的深处还残留着线索，比如那另外半枚玉环的下落。崔槿汐只带来一半，那另一半额娘是带走了，还是藏在了宫中某处？还有那拨浪鼓，果郡王所赠，宫中旧档或许会有记载。更重要的是，他想再见一见静妃。当年交付此物时，静妃究竟知道多少？翌日，龙月递牌子入宫，顺利得到了觐见许可。养心殿的药味比上次更浓了。雍正帝倚在榻上，面色灰败，眼神却依旧锐利如鹰，看着龙月行礼问安。起来，坐。皇帝声音嘶哑，在宫外可还习惯？谢皇阿玛关怀，女儿一切都好。龙月恭谨应答，细细观察着皇帝的神色。皇帝点了点头，目光落在他脸上，有些游离，仿佛透过他在看另一个人。你额娘若看到你如今模样，也该放心了。他又提起甄嬛，这次语气平静，却让龙月心头发酸。皇阿玛，龙月鼓起勇气，轻声问：
女儿近日整理旧物，想起额娘，心中感伤。不知额娘离宫时，可曾留下什么话给女儿？或是有什么物件是特意留给女儿的？殿内空气瞬间凝滞，皇帝盯着他，良久，才缓缓道：“你额娘去意决绝，未曾留话。物件，宫中旧物，依制处置，未有特留。”他回答的滴水不漏，与苏培盛当初所言一致。但龙月注意到，皇帝说这话时，搁在锦背上的手机不可察的蜷缩了一下。女儿明白了，她低下头，掩去眼中情绪，只是偶尔想起，心中空落落的，连个念想也无。皇帝沉默了片刻，忽然对苏培盛道：“去，把朕床头那个紫檀小盒拿来。”苏培盛应声而去，很快捧来一个巴掌大小、色泽沉郁的紫檀木盒。皇帝接过，抹撒着盒盖，眼神复杂。这里面的东西本也是你额娘的，他走时未带走，朕留了下来。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只素银簪子，簪头嵌着一小颗浑圆的珍珠，样式简单至极。这是他初入宫时戴的，不值什么，你拿去吧。龙月双手接过，簪子冰凉。这绝非额娘后期会用的饰物，如此朴素，更像某个特定时期的纪念。皇阿玛特意留下它，又在此刻给他，是何用意？谢皇阿玛。他将簪子握在手中。皇帝似乎累了，闭上眼，你去看看你敬娘娘吧，她时常念叨你。是，女儿告退。退出养心殿，龙月手心已微微出汗。那只银簪像一块烙铁。皇阿玛的态度暧昧难明，他显然知道自己在试探，却给了这样一个看似寻常又意味深长的回应。他没有否认额娘可能留有东西，只是说未有特留。这紫檀盒子里的簪子是提醒，是警告，还是另一种形式的默认？他握紧银簪，朝翊坤宫走去。05，翊坤宫似乎比记忆中更清冷了些。静妃坐在正殿暖阁里，正对着一局残棋发呆。见龙月进来，他眼中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恢复平静，挥手让宫人都退下，给静娘娘请安。龙月行礼，快起来坐。静妃拉着他坐下，仔细端详，气色还好。富察家待你如何？一切安好，劳娘娘挂心。寒暄几句，静妃便捻着佛珠，目光落在窗外一株将开未开的海棠上，状似随意的问：“那旧物可还收着？”来了。龙月心提了起来，低声道：“日夜不敢离身。”静妃捻动佛珠的手指顿了顿，可曾看出些什么？龙月犹豫了一下，决定透露部分实情。女儿发现骨身有一处凹陷，似与某物常年贴合所致。近日机缘巧合，女儿见到了那某物的一半。静妃猛地转回头，盯着龙月，眼神锐利：“你见到了？从何处见得？”一位故人。龙月没有说出崔槿汐的名字。静妃深吸一口气，闭上眼，半晌才道：“他果然还是去找你了。”他睁开眼，眼中满是疲惫。那另一半呢？不知所踪。龙月追问：“娘娘，您交给女儿这古石，可知其中关窍？那玉环，那果郡王？”住口！静妃低喝一声，脸色发白，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声音压得极低：“慎言，这个名字在宫里提不得。”龙月噤声，心却沉了下去。静妃的反应证实了事情的严重性。静妃缓了缓神色，握住龙月的手，指尖冰凉：“孩子，有些事不知道比知道好。你额娘拼死离宫，掰碎玉环，就是为了切断某些关联，保你们姐妹平安。你如今已嫁出宫去，有了归宿，何必再追究前尘往事？
那只会给你给富察家带来灾祸。可是娘娘，龙月反握住静妃的手，眼中含泪。若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来自何处，我此生如何能安？皇阿玛看我的眼神，您交付此物时的郑重，还有那玉环上血脉难期4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我到底是不是皇阿玛的女儿？最后一句，他问得极轻，却用尽了全身力气。静妃浑身一震，看着龙月泪光盈盈却执拗的眼睛，长叹一声，松开了手。他走到门边，确认无人偷听，才回到龙月身边，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道：“你是爱新觉罗的血脉，玉蝶之上，明明白白，这一点无人能否认。”龙月刚松半口气，静妃接下来的话却让他如坠冰窟。但你的生父或许并非皇上愿意承认的那一个。尽管早有猜测，亲耳听到静妃近乎承认的话语，龙月还是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他扶住桌角，指甲掐进木头里。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声音干涩。静妃眼神飘远，陷入回忆。你额娘初入宫时并不得宠，甚至屡遭迫害。后来因缘际会，在宫外修行时与皇上重逢，才再度回宫，圣宠加身。但回宫不久，便有了你。时间上确实有些微妙，宫中已有风言风语，只是皇上强力压制，无人敢明言。后来你额娘接连遭人暗算，尤其是怀静和公主时那次下药，虽未得逞，却让她惊觉，有人不仅要害她，更要害她腹中骨肉，以及你是谁？静妃摇头，线索指向废后，但以废后当时境况，未必有那般能量。你额娘怀疑背后另有其人，且此人深恨她，更忌惮她可能代表的某种威胁。果郡王当年曾对你额娘有恩，也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牵扯。皇上对此始终心存芥蒂。你额娘怀孕的时机，果郡王赠礼的举动，都成了有心人攻讦的把柄。那枚玉环是皇上亲赐，象征信任与荣宠。你额娘一直戴着，直到……他顿了顿，声音更低，直到他发现那玉环内侧被高手匠人以微雕技艺刻了一段极小的诗经句子。什么句子？庸风百州，但比两毛，实为我疑。知死始迷他。静妃缓缓念出。龙月博览群书，自然知道这句，意思是那额前垂着少年发的人才是我的良配，我誓死不会改变心意。这是女子表达对心上人忠贞不渝的诗句。将这样的诗句刻在皇帝御赐的玉环内侧，简直是诛心之举。是谁做的？目的何在？额娘发现后，她惊怒交加，却不敢声张。这玉环她常年佩戴，若被皇上发现内侧刻字，百口莫辩。刻痕极旧，非近期所为。他怀疑这玉环从一开始赐下便是一个局。赠环是恩宠，环内刻字却是埋下的祸根，只待时机成熟，便可置他于死地。静妃语气沉重，他试图磨去刻字，但微雕深入玉里，无法彻底清除。他更不敢轻易损毁御赐之物。那段时间，他如履薄冰，既要应对暗处的冷箭，又要承受皇上的猜疑，还要保护你和腹中孩。最终他选择了最决绝的方式，掰碎玉环，离宫出走。是，玉环碎，象征恩断。他自请离宫，永不回还，是以自身永世放逐，来换取皇上对往事的不再追究，也换取你们姐妹的平安。那碎环，他带走一半，或许是想保留某种证据或念想，另一半通过崔槿汐交给我，连同这股，主我在你成年离宫时交付。我想，他是希望，若有一日真相无法再掩盖，你至少
知道自己从何而来。静妃说完，仿佛耗尽了力气，颓然坐下。龙月呆立当场，浑身冰冷。原来额娘承受了如此巨大的压力和阴谋。那玉环竟是催命符，离宫是断尾求生，是母亲在绝境中能为孩子做的最后挣扎。那这波浪鼓呢？果郡王所赠，里面到底有什么？龙月颤声问。静妃摇头，我不知道。你额娘从未明言，但她说此物关键，或许能在最后关头证明一些事情。她让我务必交给你，并说人在，他在。证明？证明什么？证明他的清白，还是证明我真正的身世？龙月想起那沉闷的鼓声，里面的确藏有东西。会不会是另外半枚玉环，或者是其他更关键的证据？娘娘，您可知那另外半枚玉环，额娘带去了何处？她离宫后去了哪里？静妃再次摇头，她去了京西的甘露寺，但不足半年，便悄然离去，不知所踪。静和公主被她托付给了寺中一位可靠师太抚养，后来才被皇上接回宫中。那半枚玉环想必随他去了，至于下落，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了。线索似乎又断了，但波浪鼓还在。龙月向静妃郑重行礼，多谢娘娘告知这一切，女儿知道该怎么做了。静妃扶起他，眼中含泪，孩子，前路艰险，务必珍重。富察家是勋贵，或可倚仗，但涉及天界秘辛，终究是险棋。有时糊涂些，反而能活得长久。龙月点头，心中却已下定决心。这糊涂，他不能再装下去了。他要弄清楚谷里的秘密，要找到额娘的下落，要弄明白自己身上流淌的究竟是谁的血。离开翊坤宫时，天色已近黄昏，残阳如血，给肃穆的宫墙镀上一层凄艳的金红。龙月握紧袖中那只银簪和贴身收藏的匣子钥匙，一步步走出这困了他母亲一生，也即将决定他命运的紫禁城。回到公主府，他将自己关在房内，取出拨浪鼓和那半枚玉环，看了又看，摇晃鼓身，里面那细微的摩擦声似乎更清晰了。静妃说，此物关键，或可证明一些事情。如何证明？除非打开它。可这鼓制作精巧，浑然一体，强行破坏，只怕会损毁内藏之物。他想起那半枚玉环上的断口，参差不齐，像是被硬生生掰断。额娘当时是以怎样的心情掰碎那枚可能承载着爱情、阴谋与死亡象征的玉环？忽然，他目光落在骨柄与骨身连接处那严丝合缝的冠胶上，胶体颜色深褐，与木质相近。他拿起那半枚玉环，用断裂处尖锐的棱角，小心翼翼地去刮那层胶，刮下少许碎屑，里面似乎不是木头本色。他心跳加速，取来一盏更亮的灯，用小银簪的尖端，皇帝给的那只，轻轻拨开刮松的胶体，胶下露出了一线极其细微的金属光泽。是铜还是？他继续小心地刮，沿着骨柄与骨身的接缝，渐渐的，一圈极细的金属边显露出来。这骨身是木质，但骨柄与骨身的连接处，内部竟然嵌着一个金属环。这金属环被巧妙地隐藏在外层木柄和灌胶之下，若非有玉环断口这样坚硬尖锐之物，极难发现。难道打开骨的关键就在这金属环上？龙月试着用玉环断口去撬，去拨动那金属环，但接缝太细，无从着力。他想起骨身上那处凹陷，是长期贴合半枚玉环所致。那么，如果他拿起那半枚玉环，试着将它按回骨身的凹陷处，严丝合缝，
然后他尝试着沿着某个方向轻轻旋转玉环，咔，一声极轻微的击扩弹动的声响从鼓身内部传来。龙月手一抖，停了下来。有机关，这波浪鼓果然内有乾坤。玉环是钥匙，或者说是触发机关的一部分。他抑制住狂跳的心，再次尝试。这次他逆时针轻轻旋转玉环，咔咔，又是2声轻响，鼓身侧面靠近鼓柄下方，竟然弹开了一条细如发丝的缝隙。龙月屏住呼吸，用指甲小心撬开那条缝，缝隙渐渐扩大，露出里面中空的鼓身。借着灯光，他看到鼓身内部并非完全空洞，中央似乎固定着一个用油布紧紧包裹的细小圆柱体，而那咚咚声的来源，除了木珠，似乎还有这圆柱体随着摇晃在内部轻轻滚动碰撞。他颤抖着手，想将油布包裹取出，但缝隙太小，看来需要完全打开机关。他继续旋转玉环，寻找打开更大开口的方法。玉环旋转到某个角度，似乎卡住了。他稍稍用力一按，啪嗒，一声清晰的脆响，鼓身侧面一块约拇指指甲盖大小的木片弹开了，露出一个规则的小孔。透过小孔，刚好能看到里面油布包裹的一端。原来如此，这波浪鼓竟是一个设计精巧的暗格。玉环是钥匙，贴合凹陷处旋转按压，便能打开暗格。那么里面藏的到底是什么？是另外半枚玉环，还是别的？龙月用银簪小心翼翼地将那油布包裹从小孔中拨出，包裹不大，入手很轻。他将其放在桌上，一层层打开油布，里面没有玉环，只有一卷极细的卷得紧紧的白卷，以及一小块折叠起来的颜色深暗的皮质物饰，像是一张小羊皮。龙月先展开那块小羊皮，上面以极细的墨笔画着一些简单的线条和标记，像是一幅简陋的地图。地图中心标着一个小点，旁边有2个小字“云居”。云居是地名还是寺名？京西似乎有云居寺。他心头巨震。额娘离宫后先去甘露寺，后又不知所踪，难道他最终去了这云居之地？他强压激动，展开那卷白卷。白卷薄如蝉翼，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字迹娟秀而疲惫，是他记忆中额娘的笔记，是额娘亲笔所书。龙月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卷簿，他凑到灯下，一字一句读去。开篇第1句便让他如遭雷击，血液几乎冻结。吾儿龙月览，若你见此书，必已长大成人，且已得见岁还，知悉部分前尘。娘这一生愧对于你，你非雍正帝血脉，汝生父乃云里果郡王名。卷帛上的字迹在烛光下微微颤动，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铁签，烙进龙月的眼底。吾儿龙月览，若你见此书，必已长大成人，且已得见岁还，知悉部分前尘。娘这一生愧对于你，你非雍正帝血脉，汝生父乃云里。非雍正帝血脉，生父乃云里。尽管早有猜测，尽管敬妃已近乎挑明，但亲眼看到生母亲笔写下的这行字，巨大的冲击仍让龙月眼前发黑，耳中嗡鸣，几乎握不住那轻飘飘的绢帛。他踉跄一步，扶住桌沿，指甲深深掐入坚硬的木纹之中，才勉强支撑住摇摇欲坠的身体。额娘，果郡王。原来那些深宫传闻，那些暧昧目光，皇阿玛那复杂难言的眼神，敬妃交付波浪鼓时的悲悯决绝，一切的一切都有了最残酷也最合理的注解。
她不是尊贵的帝女，她是一个私生女，一个混淆了天界血脉，足以掀起滔天巨浪的禁忌存在。额娘离宫，掰碎象征皇恩的玉环，不仅仅是为了切断与皇帝的关联，更是为了掩盖这个一旦暴露便是灭顶之灾的秘密。她带着静和远走，是为了保护他们，也是为了保护那个真正的父亲。龙月深吸几口冰冷的空气，强迫自己继续往下看。泪水模糊了视线，他用力抹去，卷帛上那熟悉又陌生的字迹继续展开。此事之始，源于娘入宫前一场劫难，得云里相救，种下情愫。然天命弄人，阴差阳错，娘终入宫闱。再度相逢，已是物是人非，然情难自禁，铸成大错。怀你之时，娘惶恐无措，云里赠此骨，内藏机关，言道若是有不协，或可留书其中，以待将来。娘知此事若泄，你我母女云里乃至相关之人，皆死无葬身之地。故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幸得皇上信重，暂保无虞。然宫中险恶，废后乌拉那拉氏语，此处字迹有涂改，墨迹晕开等人，似窥得端倪，屡设毒计。玉环内侧刻字，便是其毒计一环，意在离间，更在诛心。皇上多疑，刻字之事虽未明察，然猜忌已深。娘知大限将至，与其坐待事发，累及无儿，不若断然离去。遂玉环是为斩断与皇上之恩怨象征，亦为留一线证据。半环付锦溪，转交静妃，半环娘随身带走。此骨交付于你，因你是云里骨血，或有一日虚名身份。地图所标云居，乃京西深山一小庵，娘离宫后最终栖身之所。静和在此长大，娘亦埋骨于此。你若欲知更多，可往寻之。庵中住持惠明师太，乃娘故交，可信。无儿，娘一生负罪，唯望你平安顺遂。知晓身世，非为让你卷入旧日恩怨，而是不愿你懵懂一生。你体内流淌云里之血，他才华横溢，性情高洁，却为娘所累，英年早逝，此乃娘终身之痛。你若有心，可遥记之。富察家门第显赫，或可护你。然天威难测，救世如刀，切记慎言慎行，保全自身为要。万不得已，此处字迹模糊，似被水渍晕染，可凭此卷与半环，或有一线生机。娘亦不知，纸短情长，泪尽于此。勿念，勿悲。娘绝笔。落款是甄嬛，日期是雍正10年冬，她离宫后不久。卷帛从龙月指尖滑落，飘然落在桌上，覆盖住了那块羊皮地图。她呆呆地站着，仿佛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泪水无声地汹涌而出，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原来如此，